眼睛视频的各位也看到标题了。首先，先问你们3个问题：Steam Machine 的配置低吗？你为什么会觉得 Steam Machine 配置低？你真的需要那么高的配置吗？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与 Steam Machine 一同发布的这几款设备。在了解完这些设备之后，才方便我们后续解析这3个问题。我们开头看到的这3个设备都是在2026年发售，这些是威社继 Steam Deck 之后发布的新硬件，这是公布的第一款新手柄，沿用之前手柄的名称，叫做 Steam Controller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正面的设计，相较于 Xbox 规范的 X Input 手柄，多2个触控板和一个快捷菜单按钮。摇杆也换成更耐用、不漂移的 TMR 摇杆，背面呢多了一个 Puck 接口，用于连接 Steam Controller Puck。这个 Controller Puck 可以当做无线收发器，也可以当做充电底座，同时也可以当做有线转换模块。在这背面还有4个备件，同时还有2个握持感应器，用于启动陀螺仪瞄准。这就是 Steam Controller 新款的几个特点。在这之后发布的就是 Steam Machine。它的 CPU 用的是 AMD 6核12线程 Zen 4架构的 CPU， 看它参数就知道了，大概性能是落在 i5 的 12490F 之间。GPU 用的是 AMD 的 RDNA 架构3，从这个参数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大概性能就是落在 RTX 3060之间。看它的具体配置信息，内存是16G DDR5， 显存就是8G 的 GDDR6， 硬盘用的是可以自己进行替换的 NVMe 固态。我们看这个设计图，整机总共4个 USB 接口，正面2个 USB 3，背面2个 USB 2，背面还有一个 Type-C 接口，这面还有个 microSD 卡槽。Steam Machine 它可以用于串流到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、Steam Deck、Steam Fan。这 Steam Fan 呢，就是 Index 之后威社推出的第2款 VR 设备，它有着 VR 用户最关心的眼锥跟手锥。它屏幕用的是单眼 2160×2160 的 LCD 荧幕，刷新率是72赫兹到144赫兹 ，FOB 有110度。它用的光学方案毋庸置疑就是 Pancake， 在这套配置下有更大的甜蜜点和眼核，能够保持较大的可视清晰度，可以确保游玩时的沉浸感。而且它还附带一个 WiFi 6E 的无线收发器，解决了部分人家里用于串流的路由器速率不达标的痛点。说到串流，它用了一个新技术，叫做注视点串流。注意，不是注视点渲染，而是注视点串流。注视点渲染是用于游戏渲染上的，注视点串流是用于串流时节约码率的。具体效果就像这样子，注视中间的圈不会注意到其他地方是模糊的。我们去掉外框之后再演示一遍，大概就是这个效果。它用的处理器别于用其他 X 系列的设备，用的是骁龙8 Gen 3。重点是它的系统，它系统用的是 Steam OS。没听错，运行在 ARM 架构下的 Linux 系统。我们后面再具体聊这个。我们看这个 Steam Fan 的设计图，你们可能注意到，在正面下边有一个扩展接口，是用于连接摄像头的 PCIe Gen 4接口，说不定后续可以用作面补或者扩展成彩透。千万不会就这样留的没有然后了。Steam Fan 的手柄呢，就叫做 Steam Fan Controller，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只手锥的。摇杆也换成了更耐用的 TMR 摇杆。用的是一颗5号电池进行供电。这是它的设计图，你看这按键布局，有着摇杆，同时还有十字键，还有肩键，这是为了兼容非 VR 游戏在 Steam Fan 里进行游玩。而且你们可能也没有注意到，在 Steam Fan 的页面下有着这一个开发者套件计划，可以方便游戏开发者在 ARM 架构下对游戏进行优化兼容。我们介绍完这3款设备之后，你就会注意到，在这些硬件里，除了 Steam Fan 在这半死不活的 VR 市场里，这属于一枝独秀，其他设备是真的平平无奇，特别是 Steam Machine。了解完这些信息之后，我们再回到前面的3个问题。我们回到前面那个问题 ，Steam Machine 的配置低吗？你从上面介绍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它主要目的不是让你把它当做一个高配 PC 去用，而是让你把它当做一个串流用的设备，而是让你串流到更低配置、更低性能上的主机去用。
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它配置低？然后它配置真的低吗？你可以看出来，它这配置刚好是在 Steam 统计上最多人使用的平均配置，所以它性能不存在说低，属于刚刚好的范畴。但是你为什么还会觉得它性能低呢？是因为目前新时代的游戏把性能要求堆上去了，导致一般的玩家带不动当前配置，所以才会导致我们会觉得这配置低了。还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真的需要高配吗？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需要高配呢？是你觉得画面不好看，还是游戏不好玩？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，玩法，任天堂、荒野之息，它要求配置高吗？虽然它要求配置要求你有一个 Switch， 但是你的 Switch 配置高吗？ Switch 的性能配置还比你手机低。那游戏不好玩吗？好玩呢。很多人都是奔着这塞尔达过去买的，所以你为什么还会觉得配置不行呢？我们说画面，你说你要高画质，你为什么需要高画质？为了好看？难道低配置就不能有好看的画质吗？你看 Xbox 和 PS 的主机，Xbox 的极限竞速地平线画质差了吗？还有就拿这个当画面的标杆。那索尼的 PS 呢？地平线零之曙光，你看这画面，画面差吗？性能要求高吗？ PS4、PS4 Pro 性能要求高吗？这性能要求高吗？性能要求也不高。你跟我说配置差，画面就不行？但我也不排除有少数人也是有那需求，要那么高的配置，有玩那么高的画质，但那个前提是你钱包够吗？而且我们不要单从这一方面去看 Steam Machine， 我前面也提到了，它是3个设备一起发布， Steam Machine 只是当中的其中一个，你就会发现 Steam Machine 根本不是主体，提升最大的是这个 Steam Fan， 比 Index 画质高，而且从原本的有线换成了无线，虽然这对有些人来说不是提升，还有 Steam Fan 的注视点串流也是属于新技术，所以你知道了它整体配置是往 Steam Fan 那方面靠，而不是 Steam Machine， 所以它的配置根本不重要，顶多就是给开发者一个基准，以这个基准去开发游戏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前面我也提到了 Steam Fan 有个开发者套件计划，它主要目的就是让 Steam Fan 这个基于 ARM 架构的 Linux 可以有更多资源，就是说未来拿手机去玩 PC 游戏根本不是梦，它重心是在这个上面，而不是 Steam Machine。那我们知道了这些，我们是应该期待明年的这整个全家桶出来之后的表现，而不是单单这一个设备，也不需要说这设备有多高配置，因为这根本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整个生态，整个 ARM 架构生态，整个 Linux 架构生态，整个游戏开发者生态，它配置给你一个基准线，它如果可以以这基准线对它进行优化，你这些配置就不用担心带不带得动的问题，因为这就是在 Steam 上统计出来的玩家的平均配置，基本上打开就可以玩，就跟主机一样，因为有这个基准，而且用的是 Linux 这个生态，可以告别 Windows。Windows 有多臃肿，大家都知道。你 Linux 1G，别说1G，256 MB 都可以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不要图形化界面，虽然这样不方便操作，我只是拿来举个例子。你不要图形化界面，直接运行，性能损耗低了，游戏帧数是不是也就高了？这么简单一个问题，懂吗？所以我们期待明年威社可以顺利打通这几个生态，让玩家不再局限于 Windows， 不再局限于 PC， 可以通过手机、平板、Steam Deck、Steam Machine、Steam Fan 上手就可以玩。那么我们期待威社在2026年这些设备可以完美收官。
既然 Steam Fan 的手柄兼容了 X Input，那么会不会未来的 VR 游戏里能够兼容一般的手柄进行游玩？如果这可以实现的话，那么这可以缓解游戏开发者因为 VR 市场的低迷，所以不去开发精品游戏的这一情况。当然，这纯属我个人猜测，仅供参考。